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看第20条，衣衫不整的赵丽颖，国产剧别再用假穷人冒充了。春节档电影到现在已经逐渐进入尾声，今年的春节档可以说是龙争虎斗，其中以贾玲和沈腾领衔的喜剧热度最高。无论是贾玲的健身，还是沈腾的飞驰续集，都是人们谈论最多、最为火爆的话题。但其实，在不少观众的心目中，反而是第20条的深度和口碑更好。从故事的立意，再到演员们的表现，都让无数观众觉得震撼。甚至从剧情再到演员、服化道以及演技各方面，都吊打现今无数的国产剧。而影片中衣衫不整的赵丽颖更是火出圈。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部作品怎么打脸国产剧的。第20条到底有多震撼？可能对于想要前往影院放松开心的观众来说，第20条并不是一部能够让人轻松的作品，因为里面所表达的东西非常的深刻并且现实。不得不说，作为国师的张艺谋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在这部作品当中引用的都是现实的案件，并且这些案件不仅是现今还是未来，都有着极其深远的警醒意味。比如在校园霸凌案这个篇章里面，一位勇敢的年轻人站出来维护正义，但最后反而被欺凌者的父亲控告成为了殴打。公交车司机帮助被威胁的少女，勇敢的反击，最后却变成了防卫过当。可以说这些案件都是和每个人密切相关。当然最让人觉得惊喜和沉重的，还是赵丽颖饰演郝秀萍被村霸恶意追责。在这个篇章中，郝秀萍为了给生病女儿筹钱，无奈向村长借了一笔钱，但谁想到对方竟肆无忌惮地放高利贷，而郝秀萍和丈夫只是一对小夫妻，根本还不起。于是村长的恶霸儿子便开始欺负这对小夫妻起来，不仅数次侮辱郝秀萍，还将她的丈夫拴在门口进行放风。更过分的是，他还将这种强暴行为美名化，表示每侮辱一次可以抵200的钱，而她的丈夫在门口放风再抵100块钱。这种从身体到精神方面的全方位侮辱，让多少观众在影院中看的是牙痒痒。这样的生活让郝秀萍产生了想去死的想法。更为关键的是，郝秀萍母女俩都是聋哑人，根本没人会帮助他们。而郝秀萍的丈夫不堪其辱，动手反击，用剪刀将恶霸捅伤，最后不治身亡，却反而让整个案件变得更加的复杂。郝秀萍想要带着女儿逃离这里，却又被恶霸父亲和其他的村民给抓了回来。想要逼迫郝秀萍和丈夫签字离婚，让恶霸侮辱的行为强行变成郝秀萍自愿，也让郝秀萍和丈夫失去婚姻关系，从而希望她丈夫能够被重判。可以说，看完这一切的观众们，无不感觉到背脊发凉，汗毛直立。而面对着这一切，郝秀萍更是无能为力，最后只能从天台一跃而下，用生命去抗争。可以说，从头到尾，这一切完全就是悲剧。而赵丽颖更是在这一部优秀的作品当中，再次向人们证明了自己转型到实力派的道路，也让观众们看到了她越来越优秀的演技，以及为了角色能够付出的一切努力。同时，衣衫不整的赵丽颖更是狠狠打脸现今不少国产剧。衣衫不整的赵丽颖才是真穷人。在这部作品当中，赵丽颖很好地诠释了一位朴素残障但又样子清秀的农村妇女形象。在郝秀萍独自一人带着女儿在车站的场景中，恶霸带着村民找到她，并且抢夺女儿的时候，作为聋哑人的她那种惊恐和无助表现得极好。曾经赵丽颖因为眼神戏不足而受人诟病，但是在这个角色里面，她却是很好的用眼神将角色树立起来。同时，老谋子在调教演员方面却是有一套。首先在服化道方面，他就尽量的接地气。
可以明显的看到赵丽颖饰演的郝秀萍，平日里的衣着就已经是极其的朴素，那一身衣服更是洗得已经开始褪色，同时里面的衬衫更是可以看到不少的污渍，再加上如枯草一般的头发以及松垮的裤子，整体形象一出来就把人物立住了。而女儿方面的形象更是让人看到都心痛，蜡黄的脸色加上脏兮兮的衣服，可以说单单站在那里就让人心疼不已。这种真穷人的装扮一出现，就已经将整部作品的基调给定了下来。当然，如果说到让观众们印象最为深刻的，那毫无疑问就是郝秀萍被侮辱后的画面了。看着赵丽颖衣衫不整地从房间走出，头发凌乱地散落，再加上脖子上面的淤青和伤痕，以及赵丽颖脸上的红肿和鼻子上流出的血迹，种种镜头都能够让观众们想象到郝秀萍刚刚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折磨和侮辱。尤其是她哭泣着比划手语表示不想活时，相信无数观众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被狠狠地揪了一下。可以说这种惨状无论谁看了都会不忍，而除了人物角色身上的服化道之外，角色所处的环境也都是尽量表现真实。从郝秀萍家的模样就能够看出，家门口的墙上被人泼了不少的红漆，而玻璃更是被一些好事者用石头给砸破。大门上面那残破又布满了灰尘的2个福字，仿佛在嘲笑着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幸福。那破旧的木门更是因为日晒雨淋都起边了，而房门虽然上锁，却看起来松松垮垮，玻璃上更是布满了灰尘。可以说单单看这个房门，就让多少人的记忆回到了曾经的农村。这些细节的环境表现，让人物角色以及电影的展现变得更好。而屋内的情况哪怕是匆匆的一扫而过，也是到处都充满了细节，像铁架床、烧到锅底都发黑的铁皮锅、单灶就是煤气炉等等，如果仔细看还能看到铁皮锅的锅底是补过的。这样满满的细节让观众们在观影的时候非常舒适，不会产生任何的违和感。于是在这种从角色到演技到环境的塑造下，对一些国产剧中的假穷人完全是降维打击啊。3. 国产假穷人被彻底打脸。在现今的国产剧当中，编剧想象力以及生活经验的匮乏，让多少人对国产剧的印象开始变得越来越差。其中假穷人就是无数人难以接受的点，比如说早前毛晓彤和张丽主演的《心想事成》，在剧中编剧从各方面都想告诉观众主角的经济拮据。毛晓彤饰演的妹妹被母亲催交生活费，每个月还需要靠姐姐的资助才能凑齐家用，买牛排要等5折的时候才能考虑，父母更是在女儿生日的时候都买不了生日蛋糕，可以说从各方面来说都是生活拮据的表现。但是这家人却是住在北京2环的4合院中，这样的房子让多少观众看了都觉得一脸问号。而张丽饰演的姐姐表示自己不想和妹妹挤在一个房间，但这个在他们看起来很的房间里面竟然能够放下2张大床，还有沙发、茶几以及书桌、化妆台。这样的挤让那些整套房子只有20-30平米的家庭情何以堪？而在《甜蜜暴击》这部偶像剧当中，鹿晗的角色形象是父母离世和弟妹相依为命的角色，不仅需要勤工俭学，还要学校的助学金才能生活。但就是这样一个角色，竟然租了1栋复式独栋别墅来住，估计学校看到这种情况，连助学金都不会给他发。同时，在《我的真朋友》这部作品当中，杨颖饰演的女主1个月只有2000多的工资，这样的收入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几乎是只能挣扎在温饱线，但这样穷的她却住在了市中心精装的公寓里面。看到这里，有多少人想询问一下编剧，知道市中心租房的价格吗？这样一套房子根本不是月入2000能负担的，甚至全部收入拿来租房都租不起市中心。
而在谁都知道我爱你当中更是奇葩。女主作为一位刚刚毕业、勤奋刻苦的打工人，在编剧的安排下，女主哪怕生日也只能吃泡面，但是却能够说出自己平日里只能吃8块钱一只的小龙虾，吃个10块钱的都已经是非常的奢侈。怎么样？你觉得这样的女主惨不惨？而在《梦回大清》这部作品中，女主更是经常自称自己是穷人，但偏偏她住的地方却是超大的复式公寓，甚至还能独享一个装修精致的浴缸。这样的表现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穷人。或许在这些高高在上的编剧眼里，小康生活就已经是非常穷困了。也正是因为国产剧中有着如此多这样的编剧，所以才导致各种假大空的都市剧出现。于是在这种两相对比之下，人们才能够明白为何衣衫不整的赵丽颖会将现今无数的国产剧给狠狠打脸了。而电视剧出身的赵丽颖现今积极转型大荧幕，或许也是开始受不了这些编剧了吧。结语：国产剧的没落是一直热议的话题，有人曾经用后退20年来形容国产剧的发展，但不少网友却表示，如果后退20年真的太好了。明明以前从科技到经济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及现在好，但那个时候国产剧却是涌现了无数的经典。反而是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好了之后，却是不断的出现烂片，让人觉得不堪入目。从赵丽颖对现今国产剧的打脸来看，内娱无数的编剧和导演确实应该狠狠反思了啊！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